来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我是美国公司法王律师，我在美国硅谷做公司的设立、融资并购等业务。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公司的融资的一些问题。很多朋友和客户会向我了解，就是哪种融资的方式更适合他们，包括这个股权的融资、债权的融资 convertible note， 还有这个 SAFE， 还有其他的一种方式，哪一种更适合他们。其实在不同阶段、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我会建议不同的方式。那么今天来具体聊一聊 convertible note 可转债的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 note 啊 ，note 它是一种对公司的一种债权的形式，对公司进行投资，是一种短期的债权，来获得将来公司在下一轮融资的时候获得公司的股权。所以投资人在投资公司的时候，并不是直接获得股权，而是以借款的形式借给公司，帮助公司进行尽快的运营。所以 convertible note 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比较简单快捷，它不需要股票的发行，不需要 security filing， 这个不需要跟这个监管部门，比如说 SEC 做这个股票发行的这个 filing 啊，那会比较简单。然后它所涉及的这个legal paperwork 也是比较少的，就是说法律文本也会比较少一些。第二个好处就是它不需要确定公司现在的股票价格，或者说公司现在的价值。很多时候创业者刚设立公司的时候，这公司只是一个idea， 只是一个想法，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初创的一个 plan， 所以大家对这个公司现在到底值多少钱，或者它每股的价格并不能够完全达成一致。这个时候，那么为了让公司尽快的运作起来，让这个公司尽快获得钱，然后让这个创始人尽快拿到钱来把公司运作起来，那么投资人以这个债权的形式 convertible note 这种债权的形式把钱先给公司，然后等将来公司下一轮融资的时候，再确定股票的价格和每股的价格和公司的估值。接下来讲一讲这个 note 的它的主要的条款。它主要条款包括这个 variation cap 和这个 discount rate。就是 variation cap 就是它的这个公司的拟定的估值，就是在签订这个 note 的时候，投资人跟这个公司会约定这个公司现在估值是多少钱，那来以这个估值作为将来下一轮股权融资的时候的一个折扣率。比如说这个公司和这个投资人可以约定现在公司估值是4个 million， 那么等到下一轮融资的时候，在 A 轮融资的时候，这个公司的估值一般都会上涨，因为比如说假设下一轮融资的时候公司的估值是1200万，那么之前 note 的时候是约定是400万，那么后面涨到1200万，公司的估值增长了3倍，那么这个时候股票价格，假设就是下一轮融资的时候股票价格是10块钱，那么之前的 convertible note 的这个投资人他就可以以1/3的价格来购买这个股票。那么这个之前的 note 的这个投资人他只需要支付3块3毛3，相比于 A 轮融资的投资人他们可能要支付10块钱的价格，那么现在 note 的这个投资人，之前投资人他只需要付3块3毛3，那相当于就是以一个非常低的折扣，非常低的一个价格，那么这也是对这个之前投资人的一种激励。另外一个重要的条款是 discount rate， 就是折扣率，就是在 convertible note 里面约定投资人可以在下一轮融资的时候，他以一定的折扣来购买这个股票。比如说在下一轮融资 A 轮的融资的时候，其他投资人他是以每股10块钱来购买股票，那么之前的这个 convertible note 的投资人他可以以8块钱每股的价格来购买这个股票。所以 convertible note 的这个投资人他都是有一定的折扣、一定的奖励以及优先，所以这样的话就鼓励投资人在公司比较早期的时候以更快速的方式来这个 start 公司来发展起来。那么 convertible note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那也有些这个 founder， 有些公司的创始人他并不喜欢这个 convertible note， 因为有时候投资人会在 note 当中会约定一些比较苛刻的条款，比如说要求这个创始人以个人的资产做担保啊，或者是一些业绩的一些要求啊，这都是有一些苛刻的条款，如果在里面的话，那可能会对这个创始人或者这个公司有些不太友好。还有一个不是很有利的一点就是在这 convertible note 里面，投资人会压低对公司的这个拟定的估值。
比如说这公司有可能值个500万600万，它可能会压低到可能说有值400万，这样的话投资人会希望在下一轮融资的时候获得更多的折扣。以上就是 convertible note 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其他的融资方式包括股权融资和其他的一种方式，我们下次再讲。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